我现在人在雪州 Glenmarie 的 McLaren Kuala Lumpur Showroom， 所以今天 McLaren Kuala Lumpur 就邀请我来测试下这个 McLaren 720S。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在不久前已经测试过比较舒服的 McLaren GT 了，所以今天这个720S 它就不是 GT， 也不是 Sport Series， 它是 McLaren 的 Super Series 里面的一个旗舰型的车款。所以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就不是那些 GT 车型了，而是 Ferrari 488 Pista 或者是最新的 F8 Tributo， 因为它们都同样具有720 PS。所以在 McLaren 的车型里面，你看到它用数字命名的，一般上都是代表了它有多少 horsepower 这样子。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And let's move on。2017年3月。McLaren Automotive 在 Geneva Motor Show 推出了 McLaren 720S， 取代了2014年推出的 McLaren 650S。相较于 650S，McLaren 720S 一共用了多达 91% 的新部件。单单是这具 4.0 升 V8 引擎就用了 41% 的新部件，像是全新的 Turbo、全新的 Intercooler、全新的 Cast Aluminium Plenum、全新的 Cylinder Head、Crankshaft、Piston 和 Exhaust System， 代号 M840T 的 4.0 升 V8 Twin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可以输出720 PS 和770 Nm， 0到100 2.9秒，极速341 km/h。每一辆 McLaren 720S 都是在英国 Surrey 的 Woking 组装生产，税前起步价从马币130万起。比 McLaren GT 贵了大约400千左右，而 McLaren 720S 的直接竞争对手 Ferrari F8 Tributo 则是从1078 800起。McLaren 的设计哲学是 Everything for a reason， 所以你不会在车子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多条鱼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东西不只是美观，不只是造型，它有它自己的用处。所以你看到这边有孔的话，它肯定是能够导流的，让空气能够产生它的下压力，然后能够冷却车子的 brake。McLaren 720S 标配了 Carbon Ceramic Disc 碳陶瓷刹车盘，前面尺寸是24535 ZR19， 后面是30530 ZR20。因为通常 rear-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的车子，后面的大家都会大过前面。再来，这个碳陶瓷刹车盘的大小是前面390mm， 后面380mm， 是一个非常大片的刹车盘。我虽然介绍过不少跑车啊，不过讲真的，我很少见到这种采用 butterfly door 的车子，所以一般的跑车都够低了。Guess what？ McLaren 720S 更低。你看它的车子的离地间隙只有一个拳头的 size 这样子吧。再加上它用的这个是跑车桶椅，所以你可想而知要坐进去。很多人会问跑车好坐吗？其实要进去一点都不容易啊。所以通常我会这样子进来，我会先这样子然后我的屁股先坐进去。当我的屁股坐进去车子过后，我的两只脚再这样子滑进去。通常车子跑车你要关门就是这样关嘛。可是因为它太远了，所以如果你手短的人可能你抓不到啦。可以说你的手伸过去。然后这样子，它没有任何的电子辅助系统的没有什么好像 Rolls-Royce 这样按个 button 给你关没有，你要自己大力拉。所以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打开这个1、2、3推。有些跑车的车尾会用双圆尾灯，有些跑车会用4圆尾灯。可是 McLaren 走的就是比较简洁的造型。无论是什么车款，你一看到 McLaren 的车尾的时候，一般上你都会直接看到的 exhaust pipe。所以 McLaren 的车尾就是你可以看到 720S 或者是新款的车子，它都不会为了设计而设计啦。所以所有东西它都是以有没有用为主，再来考虑它的造型的。全新的 Monocache 2碳纤维底盘让 720S 的杆重仅1283公斤，净重1419公斤，比 Ferrari 488 Pista 轻了约81公斤。再来 720S 所产生的 downforce 下压力还比 650S 多了 50%， 冷却效率提升了 15%。 OK， 因为它不是那种什么 luxury car 的椅子所以你能够调整的就是前后还有这个椅背的倾斜程度。因为这辆车子是给你准备下 track 的。废话不多说，直接 start engine。你 feel 到那种热血沸腾它是
control 在3000个 RPM， 非常 quick， 啪一声它就来了。Track mode everything back to track mode。 OK， 很积极，然后很亢奋的一种引擎声啦，所以我先switch off先，不然你听不到我在讲什么。So McLaren 720S 里面的这个造型啊，因为它是2017年3月推出的嘛，所以到现在已经4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样子的造型也延伸出后来的 McLaren 车款，它就是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东西。因为讲真的，我在介绍很多跑车，我觉得啦 ，Porsche 你要记很多名词、很多单词，然后那种什么。很多啦 ，PCCB 啊，一大堆那种 terms。可是 McLaren 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车子，你不用记太多东西，因为像我前面讲了3个关键词 ：V8、Carbon Fiber、Dihedral-Store。所以它的里面啊，它的整个 steering 都是有这个皮革跟 Carbon Fiber 的，所以它是减轻重量的一个方法。然后中间这边是一个 Portrait Screen， 就好像早期的 Samsung Galaxy Tab 这样子的 feel。然后我现在测试的这一辆 720S， 它这边是有这个 Power and Wilkins 的高级音响系统，里面是满满的这个 Carbon Alcantara。其实 Alcantara 它也不只是ADAS 罢了，它也是让车子更加的轻，因为McLaren用的 Alcantara 是很轻量化的一个 Alcantara 来的。所以刚刚我在讲话的同时，你没发现到它的这个 Instrument Panel 是收进去了的，因为这个是 Folding 有可以折叠式的这个 Instrument Panel。在它的驾驶模式方面驱动模式方面，这边有 D、N 和 R， 所以一样的已经是没有 Gear Knob 什么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在这边。所有的这些 button 啊，设计到非常的扁，非常的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走的是比较精致、比较 fine 的感觉。跟其他超跑不同的是 ，McLaren 720S 全车上下并没有实体的 Anti Roll Bar， 每一只避震器都有独立的 sensor 去收集路面传来的 information， 再由中央电脑去控制分配，决定悬挂的软硬程度。McLaren 还为 720S 量身定做了这套 Variable Drive Control 动态甩尾控制系统，在 Sport 模式底下有16个角度选择。Track 模式底下还有16个角度选择，一共多达32个角度给你选择。所以这个 Variable Drive Control 就可以根据车主的驾驶习惯和需求进行调整，让每一个车手可以循序渐进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然后储物空间方面呢，因为这是一个双座型车款，然后后面这边你可以放一点点东西，然后另外的储物空间就是在前面的 bonnet， 下面这边是一个luggage compartment。车头的这片东西我们不可以叫它引擎盖，因为引擎不是在下面，引擎在后面，所以你打开过后，这边有一个150公升的行李箱储物空间。所以开上路的感觉啊，这辆车子它真的是整辆车子很低。Of course， 低过之前那个 McLaren GT 啦。所以你说 compare to 它的more direct 的 competitor 说 FX Tributo， 它还是很低。因为McLaren 跟 Ferrari 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是 Ferrari 488也好 F8 也好，他们都是 aluminium chassis， 而 McLaren 就是 monocoque 或者 monocashe 2的这个碳纤维的单体式碳纤维底座，所以你坐在这边，你整个人会 feel 到你是给 carbon fiber 重重的包围的。So 来像 Ferrari 很多的 carbon fiber parts 它都是 optional accessory，but in McLaren carbon fiber 是它一个最 standard 的 equipment， 包括它的 chassis everything。现在是在 Sport Mode， 然后我们走回这条很斑闭的路 ，Go。哇，McLaren 的 steering 啊，它不是一般上现在用的 EPAS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它这个还是叫 Hydraulic， 把它是 Electro Hydraulic 这样子，所以你 get 到的那个 feedback 啊，从马路上面传来你的手上是非常 direct 的。它是很 raw 的一种 steering feel 来的 ，which is 可能很多 EPAS 给不到你。So, yes, CMOS still on, right? Yes, everything is safe. Safe, Okay, so track mode. Okay, go. Oh my god. Oh. Second gear. Oh.
720S 虽然是 Twin Turbo 引擎，但是它的 First Gear 和 Second Gear 的红线在8100 RPM，Third Gear 之后才上到8200 RPM。这样子的能力也让到720S 大大的消除了它的 Turbo Lag， 而这个 7DCT 的换挡速度还比 675LT 的提升了45%。McLaren 的这个4 liter 的 V8 Twin Turbo Engine 啊，它的声音 I mean of course 可能 Ferrari 的声音会比较大声，比较你会比较明显的 feel 到那种声音。可是这个 engine 的声音它是很I mean 你会 feel 它很 focus， 你在走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管那个路是多弯还是弯来弯去， McLaren 都有办法把那些 corner 变到好像直路这样子，然后你会很想要去 challenge 它，再多再来这样子，多你都不嫌多这样子。虽然它跟 FX 全部都是 around there 啦，720 PS， 然后都是 7-speed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but 我会 feel 到它的 even 是现在是在我们在 sport mode 还没有去到 track mode， 或者可能 Ferrari 叫 race mode whatever， 你都会 feel 到它很不知道的话，你会 feel 到它很快啊，因为这辆车子的它的整个 sitting position， 然后它给你到你的声音的感觉差很远下的。Second gear， right。它的 standard 的 equipment 就是 carbon ceramic disc， 然后前面是390mm， 后面是380mm，200 km/h to 0啊，大概只要 4.6 秒啊，117个 meter 吧，就可以。I mean 它的 braking distance 啊，所以track car 跟 road car 毕竟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因为 track car 就是 the final goal 就是lap time。然后 road car 就是 destination， point A to point B，point B to point C 这样子，所以 I mean McLaren 720S 它就是 in between 这样子的。So actually 它的整个驾驶的视野，它的 visibility everything 都会比你 imagine 的还要来的怎么讲 user friendly 啦。因为我本来之前驾McLaren GT， 我觉得可能 GT 会 more on 比较比较 comfort， 比较讲比较世俗一点点，就是它会比较平易近人，比较像普通的一般的sedan coupe、sport coupe 这样子。我们讲超跑的世界里面可以这么大量广泛应用 mono cage 或者 mono cage 2的底盘的车子真的是不多的。我们说像 Ferrari 旗下有很多车子嘛，有 Superfast 有 FX 等等，可是你看 Ferrari 历史上他们会用到这种单体是 carbon fiber monocoque 的东西是F50 Enzo Ferrari Enzo、La Ferrari， 然后 Porsche 的话是918 Spider 或者是 Carrera GT， Lamborghini 也要去到 Aventador 那个 level 才会有这样的东西，可是 McLaren 没有。even 是你说570S、600LT， 甚至 even 他们整个 series 啦，包括 McLaren GT， 它都是用这个 carbon fiber 的chassis。Right， 我们现在回到 McLaren Kuala Lumpur，so OK 啦 ，under control 。非常感谢 McLaren Kuala Lumpur 今天邀请我来测试这个 McLaren 720S。这辆车子也是我的频道相当多观众 request 的一辆车。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家知道我试驾了不同品牌的 supercar 超级跑车，而这个 720S 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坦白讲，很多的超跑都会把自己跟 Formula One 扯上关系。可是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你开着 McLaren 的跑车是市面上最接近 Formula One 驾驶感的一个跑车品牌。
驾 McLaren 之前，其实我心里面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因为这辆车子它就是让你驾的，你知道吗？所以它不会用太多的东西去纷纷扰扰，去干扰你的一些思绪，去让到你 complicated， 去让到你复杂，想太多。它的给你的情绪就是你的人是坐在马路上面这样子的感觉，你自己要体会才知道啊。OK， 所以再次感谢McLaren 国伦波邀请我来试驾这个720S。所以喜欢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 and cut。cut。Right， 我现在在 McLaren Kuala Lumpur， 所以今天要试驾的这个就是720S。OK， parking brake light。Right， OK。So 这个是我第2次试驾 McLaren 的车子，然后第1次试驾的那个是 door open。Getting my okay, right. What I've done, this control system here controls the suspension and the engine throttle and the ESP and everything. Right. Okay. So when this is off, the car just goes to standard mode. Meaning none of this is active. Oh, okay. When you press this, it becomes active. Now you can control the suspension. 3 settings. Comfort, which is C. Sports, track.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ce. This is where you see the amount of roll will be different. Yeah. Okay. This one you don't feel so much, but it has to do with the throttle response. The steering may become a bit heavier, right? In the different modes. But the one that make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is one. This you can hear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 sound of the exhaust Okay. when you switch it. Yeah, it could be sport exhaust, right? This is standard. Standard, okay. It's standard only. Okay. So what you can do is we can drive everything in comfort 1 round first. Okay. Then after that we switch it to sports or track. I will suggest go straight to track. And this one put to sports and then you try. Alright. The exhaust sound will be different. Okay. Right? And then I can also show you the difference in the ESP. Remember I told you you have okay, sports, huh? If I do that, this drops. Okay.